我真捡的啊，你真捡。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役前训练基地，预定新兵的役前生活从头开始。剪一个干净利落的短发，是一名准新兵的标配。来，管员，你剪好了，下一个新兵。有这么丑吗？还要买顶假发给我带着训练？不至于吧？给钱了。这名准新兵叫管艳妮，她原来是个长发飘飘的萌妹子，就读于重庆工商大学。乖巧、懂事、学习好的管艳妮是家人贴心的小棉袄。很好，不痛。就是脑梗，然后做了一个手术，开颅手术，然后虽然命保住了，但就是半瘫痪了，但是神志也是小孩的那种。好，我给你。我爷爷他之前当了10几年的兵，然后我从小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，受他们的影响很深，感觉部队是一个很能锻炼人的地方。他给我讲晚上9、10点就要睡觉，然后中午必须午休，然后多久就要吃饭。我小时候他也是这样要求我的，就养成我现在都不会睡懒觉。他其实给我灌输的更多是那种部队的那种当兵的一种品质吧，就是那种不服输不怕输的那种精神。管艳妮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受爷爷的影响，2022年春季征兵一开始，她就报了名。我要去当兵了哟，2年，我要走了哈。要注意身体哈，锻炼身体养好。我要回来的哈，我要回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带着爷爷的不舍和期盼，管艳妮的役前训练正式开启。练队列、站军姿、搞体能。进入到役前训练的准新兵们正在努力向军营看齐。黄子彤，白丽，到，姚嘉欣，卢彩虹，到。役前训练接近尾声，这群准新兵终于领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军装。来，我可以捏一下，然后从前面往后带，然后帽檐平那个你的眉毛啊。穿上军装，女兵们就要启程前往军营。从此，这群00后的梦想里不再只有诗和远方，还有祖国和担当。首先，对我们即将入伍的新兵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。我们的女兵，也就是我们新时代最美丽的人，希望我们新战友勇于磨练自己，建功立业，取得自己的成就，录时间跟自己的父母在这告个别。注意身体，一定好好坚持哈，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了。爷爷激动的很，爷爷给你的，爷爷的勋章哈。天空下着细雨，生病的爷爷还是坚持来跟管艳妮告别，并将自己珍藏的勋章送给孙女。勋章里承载着爷爷未说出口的期盼与嘱托。尽管有担忧，有不舍，但管艳妮却选择了奔赴心中的梦想，把青春和誓言融进祖国的山河。管艳妮他们这批新兵被分配到了西藏军区某训练基地，在这里他们要接受3个月的训练，然后前往青藏高原
成为一名高原女兵。牙刷、牙膏和一支洗面奶和牙杯之外，这些东西都是上交。刚入营时的点焰，在女兵当中有一种浪漫的说法，叫告别，跟零食、化妆品、漂亮服装告别。然而，这样的点焰让新入营的女兵有些无法理解。报告班长，请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防晒？难道上战场之前还要得擦到防晒你再上战场吗？在班长的反问下，新兵们和过去的自己告别，开启新的旅程。加油哈，加油！入营第1周，女兵们迎来了军营里的第一个3公里。这对体能较差的管燕妮来说，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。管燕妮，加油！尽管落在了队伍的最后，但管燕妮并没有放弃。对于娇娇弱弱的她来说，能坚持跑完全程就是胜利。我就是安慰自己，就是做不好就练嘛，然后想着就是大家都能做好，自己为什么做不好？就别人可以，自己也一定可以。此时的西藏训练基地气温已经达到了30多摄氏度，然而训练丝毫没有放松。每天点名集合呀，带队呀，会喊口号，也会唱歌，喊得很大声，然后唱得也很大声，嗓子就哑了。出去了都说这是军人，没有先说你是男军人还是女军人。从这种训练生活方面，你必须要拿高标准去要求自己。尽管十分辛苦，但女兵们都在极限的边缘咬牙坚持，努力缩短训练场到战场的距离。我们作为一个引路人啊，带头者，我们是来帮助他成长的。如果你拿那个很低的标准去要求他，那对他没有帮助啊。现在让他吃点苦，是为了让他以后不辛苦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入营20天，西藏军区某训练基地的各班新兵蓄势待发，准备迎接全营的队列会操。这是新兵入伍以来第一次为集体荣誉而战。第一个内容，稍息立正，快点！立正，慢些，比赛场新兵们热情高涨，身上的兵味已愈练愈浓。挺拔的身姿，整齐划一的队列动作，彰显出新兵过硬的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面貌。双杠啊，之前你们都做过了啊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侧身下，撑不住了打报告，侧身下啊。哎，看跳的不错，胳膊抻直啊，那么瘦，走，再倒着走回来。不要紧张啊，就是上个杠。队列会操的热情还没有完全消退，女兵又回到了训练场。此时正在进行双杠训练的她们，双手撑起的不仅是自身的重量，还有不久之后需要守卫的高原边防。两条腿一起动啊，只动一个腿。喂，你动，出列，上。胳膊用力啊，喂你，上，坚持一下啊，就过去了。胳膊打直，腿放下去，好，胳膊打直，哦，不错，好，胳膊打直往前走啊，一步一步来啊，哦，不错不错啊，对啊。可能也是因为手臂力气太小吧，撑上去的时候感觉自己就走不动，就手的力气可能使不上劲儿，但是只能告诉自己要咬牙坚持。每次就是到极限的时候就坚持啊，关键再撑一下。
好，不错啊，坚持，想想自己是来干嘛的啊。唱首歌啊，唱首歌就完了啊，在上面心里默唱，唱一首《团结》啊，就完了啊，坚持。尽管在双杠和单杠上，管燕妮都没能坚持多久，但每坚持多1秒，都是经过汗水洗礼之后的进步。今天放假啊，能该给大家发手机了啊。管燕妮到。周末，新兵们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放松时间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还有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那个你们那边还这么热？你们那这边热的要写完了吗？哎，我等会儿就真搞笑。你拿那个给我看，你昨天晚上写的那个放在这里。一听到爸爸的声音，在训练场上不曾落泪的管燕妮默默哭了起来。因为其实平时可能还是有一点叛逆，跟我爸说话呀什么的，就挺不耐烦的。就是我当兵之前，就是他也才做了一个手术嘛，然后他的身体其实也挺差的，但是他每次给他打电话，他都是他会鼓励我。咱们1米1米来进行训练。管燕妮到，出来上。新兵们除了基础的体能训练，也开始解锁一些更难的技能。哦，太高了，手的发力，不要握拳。战术训练作为新兵军事训练的重点科目，新兵们需四肢着地，快速匍匐穿越障碍，头顶上锋利的铁丝，身下坚硬的地面，锤炼着新兵们的血性和毅力。对于体能较弱的管燕妮来说，思想上想快速匍匐通过，但行动上却半点也快不起来。就想着爬快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那种爬的方法吧。然后就大家都爬得挺好的，就感觉我爬的就挺不好的，就感觉心里还是很难过。战术吧，其实它是必须掌握的一个科目。像如果真的到战场上的话，你要是爬得快点，生存的几率就会大很多。我着急呀，我挺着急的。快点！无论班长有多着急，第一次进行战术训练的管燕妮还是花费比别人多1倍的时间才爬完了全程。管燕妮到，下次我不想在训练场上看见你慢动作回放，跟蜗牛一样。是，调整头盔。是。高强度的训练让女兵们的手脚都有些受伤，然而变化就在这些伤痛中渐渐发生。忍住啊，忍住。是。而此时，一向严厉的班长也变得温柔又有耐心。好，懂了没？懂，这里是懂。忍住啊，忍住，没事，这里消消毒，然后就好得快。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啊，不怕苦，不怕疼，不怕累。我们班长就是训练的时候是很严格的一个人，但是在生活中的话就挺关心我们的，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啊，也会去和班长进行沟通，班长也会开导我们，就像一个姐姐一样嘛。尽管成绩并不理想，但2个多月的新训生活却让管燕妮有了轻伤不下火线的自觉。训练之痛褪去了女兵的稚嫩和娇气，也默默见证了她们的转变和成长。
凌晨1点多，女兵们的紧急集合在不能开灯、不能说话的情况下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。穿衣、叠被、打背包，整个过程不能超过5分钟。看见他们都一个一个出去了，然后自己就更慌了，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在那里。然而，就在管燕妮全副武装准备下楼的时候，她却突然放下了背包。有一个战友他还没有收拾好，我就去帮助他，就是一起打背包嘛。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团队的东西，它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就做好了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成绩。我感觉他也挺无助的，所以我就过去帮助他一起打。报告，报告！这次紧急集合，管燕妮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，仍帮助战友，落在了最后，比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15分钟。因为紧急集合时间超时，女兵们只能集体受罚。上头集合队，压制你的进步。然而，集合不是目的，主要目的是检验女兵的战备意识和作战应急反应能力。女兵们的第一次夜间紧急集合离战备要求还差很远，但这是新战士们走向战场的第一步。下一个起，下去看，起背包。当兵打仗，你给我把毛巾这样放啊，就这样给我甩起，有没有一点战备意识？他应该在哪里？你掉到盆要别人帮你捡吗？还给他。去这儿，看看你们打的这个背包，啊，看看你们的作风。今天晚上刚讲了，一点团结意识没有。管燕妮同志成绩不理想，但是是在上面帮助刘清丽同志打背包。你们呢？一个队伍，它首先要有凝聚力。我觉得我们要从思想上把它抓起来，就像喊番号一样，你聚集到一起喊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很大、很洪亮，让别人一听就感觉哦，这个队伍很好，很精神。1、2、1、1、2、3、4。小友开始时间隔1米，下一开起，下去看，好，放一头我，好。新兵连的生活进入到快进模式，女兵们有了跟枪械零距离接触的机会。听口令，练枪，练枪完毕。好，我是装弹。然而摸到真枪的愉悦很快就被枯燥的训练消磨得一干二净。在进行实弹射击之前，女兵们要趴在近40摄氏度的地面一动不动地进行瞄准练习。提准自己的肩窝，不容易受伤，不然回来啊，那个骨头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太阳的炙烤晒黑了女兵们的皮肤，高强度的训练也让他们的军事本领得到了不小的提升。之前给我妈打电话就说我黑了好多，我现在就不敢看以前的照片，感觉自己就变化太大了。身体还是原来的那个身体，但2个多月的军营生活让这群女兵比同龄的女孩多了几分坚毅，少了几许娇气。地面再把流程过一下，3点先瞄准了之后就击发，等指挥员下口令啊，不要自己在做动作。仲夏时节，新兵们终于迎来了新训结业考核。考核场上弥漫着浓浓的战味。看着，看一个过来。参孔、准星、目标、磨砺、蜕变、成长。
这一刻，从靶场迈向战场的女兵们，在枪声的淬炼中蜕变。10环5发子弹，36环的成绩，让管燕妮在实弹射击科目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。新兵营的尾声，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授衔。经过3个月的训练，这个曾经娇弱软萌的重庆妹子，已经转变成为了作风过硬、眼神坚定的合格女兵。